我是源自大学资讯传播系毕业，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就待业了好几年。那时候其实我蛮迷惘的，就是说在那城市设计我有专长，但是感觉在就业上，我觉得我就自己这些身心障碍这些问题自闭症这些问题来讲，大部分企业的话呢，不会想要接纳我们这些，我也不肯去外面打工，因为打工的工作大部分都外勤工作，就没办法，就是说你要面对人群。东友科技是做印表机起家的那后来进展到多功能事务机，我们的研发人员跟我们的制造人员其实都蛮稳定的但是软体测试这块呢，这个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反复性很高，而且坦白说非常枯燥乏味。我们开发出一台新的事务机器来，可能要印出标准的测试页，印2万张，一页一页去做比对所以正常人大概看个100-200张，其实已经非常累。看完500张、1000张已经很头晕了。所以我们这一个部门的人员流动率一直都很高，大概高达30%。软体测试时候的工作效率。那总归一句就是这一个工作的内容，我们找不到人嘛，那所以我们的董事长有一个 idea， 就是说有一些自闭症的一些特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上。好，那目前有没有看到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专注力很好啊，逻辑很好啊，或者是他们在视觉比对的能力，其实都比我们一般人还要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地方的协会，包括桃园自闭症协会啊、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啊，或是台北市自闭儿基金会之类的合作，请他们协助帮我们找一些合适的自闭症的员工。那你要记得。你要看自闭症员工在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做软体测试跟硬体测试，因为我们以前还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会觉得自闭症只是不讲话而已嘛。但是其实每个人其实行为特质不一样啊。如果你发现他本来就是一个话少的，当然不会要求他要很会表达嘛。那有些是动手能力强的，那当然你就是着重他在动手能力强的部分。最重要还是要知道每个自闭症员工的特质，然后我们去善用它。所以我们在招募的时候，就会依据他每一个需要招募的条件去找适合的。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那时候的确是很紧张，我也不知道，因为测试像测试的项目百种。在我一些有兴趣，比方说像程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一些有兴趣的东西的话，我就会很专注的埋头苦干在那边，然后可能甚至都会忘记时间这样。而且这个呢，我们主管也会根据每一个我们这些身心障碍员工的状况去调配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种工作项目的状况。那目前的话是有2000张，对，2000张。其实自闭症者每一个人他的擅长和不擅长都不一样。重点是他的技能跟你的工作对得起来，他就是适合的。1个半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件，就是怎么样把自己企业内的工作要能够去把它具体化，把它格式化，全部拆解出来。尤其是制造业很多的制造业呢，其实很适合自闭症的人士来做。只要你的指示书清楚，它就是完全100%按照 SOP 帮你执行。当我们给他事情的时候，我觉得 SOP 拆解，把这些该有的步骤，跟注意的事项，我们把它拆解成每一步，告诉他说要做这些事情，他们对事情的认知误差就会低。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适应环境工作，甚至执行的效果，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1.72。他们蛮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只要训练过他的事情，他一定都会做。14.91。一般的员工大部分找到那个规则就会偷懒，但是我们的自闭症的员工，其实他是很遵从规则在执行的。那加上他们对工作是非常的忠诚，那流动率非常的低。
那我们最长的年资大概有到10年左右。那所以呢，因为以前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招募新人嘛，教育训练嘛，投线，然后如果他们又在离职，我又要再找。那如果我用了自闭症的员工，其实可以让我的那个流动率降低，那这个成本就是省下来的。我很感谢，就是说我们公司能够接纳这么多，就是说有这些自闭症、有这些声音障碍的这些员工，让我们有，就是说有就业、有工作。那这是确实真的很感谢这个帮公司，就是说有能够自己分析这样子。你觉得在这边你做的工作里，做的最顺手的是哪些？在障碍人士的任用，如果我们是要让他发挥他的长处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没有所谓的优点跟缺点，它就是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用在吻合工作的时候，它就变成所谓的优点。这一点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企业它对障碍人士的那个导入就能够开始。